想买空拍机又怕技术不够好，飞不到2趟就挂在树上，准备要空拍时又生怕拍不到想要的画面。没关系 ，DJI Avata 360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应该啦。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去年入手了 DJI Flip 后，用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玩又好携带的空拍机，拍摄画质，也算都还不错哦。不过有个比较困扰我的地方应该是说有2个啦哦。毕竟我不是空拍专家哦，在运镜时通常都无法一次就完成我想要的画面，所以就必须得多准备几颗电池才能完成拍摄哦。另外，也因为 DJI Flip 只有前方跟下方避障，所以你要倒着飞的时候，就必须要先确认后方有没有障碍哦。不过除了这2点以外我真的还蛮满意它所拍摄的画面哦。但是我最近入手了 DJI Avata 360之后，发现它居然把我 Flip 最困扰的问题都解决了哦。接下来分享这台360全景空拍机的使用体验，那我们就开始吧。分享使用体验前，先来看一下硬体规格。DJI Avata 系列主打的就是第一人称穿越机，可以搭配飞行眼镜跟体感遥控器进行操作。但 Avata 360还多了全景相机的功能。它用2颗1.11寸6400万像素正方形的感光元件镜头，镜头的角度它的视角高达200度也就是说可以完整覆盖360度的场景以360度全景拍摄时，镜头是以上下2个方向取景，但在飞行预览方向是正前方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录制下来的水平画面完全没有看到机身以外，也没有感受到接缝那全景拼接的处理非常的优异。那当然，身为穿越机，对于安全性也是非常的重视。延续 Avata 系列穿越机的造型，螺旋桨在下方跟侧边都是有保护罩，所以在近距离拍摄人或是车的时候会更安全一些。另外，它具备全向避障功能，采用红外线跟视觉侦测，所以在低光源下也具备避障功能。前方还加了雷射雷达，也就是说全黑环境下，前方也可以避障。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飞行遇到断线或是没有 GPS 讯号时怎么办呢？它会依照轨迹回到原本出发的位置，所以这点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也是非常好用的功能。那这次的图传系统也很到位，配备 DJI O4 Plus 增强图传支援最远20公里的距离。虽然我没有飞到那么远来测试，但是在这几次的飞行中，预览画面都非常的及时，操控上也变得非常的容易前面提到它能搭配飞行眼镜还有体感遥控器进行操作，飞行眼镜佩戴是很方便的，即使像我戴着眼镜也可以直接戴上去。当然它还是有一些重量，剧烈摇晃头部时它还是会有一些位移出现，也会有一点下滑，但是整体的佩戴舒适度还算不错在飞行期间，也能随着头部转动，用第一人称的方向观看四周的环境，就好像人真的搭在飞机上一样搭配体感遥控器，还能有虚拟花式飞行的体验。不过，因为我是非常容易晕车，加上还有点巨高的体质，所以飞行眼镜跟体感遥控器我就没办法分享太多心得给大家但飞在高空中看风景真的很棒那 Avata 360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普通档位时它的时速就可以高达将近60公里，那升降的速度也达每秒10公尺。要跟车拍摄时就会比较容易跟上。它还具备5级抗风能力，拍摄条件就比较宽松一些了。那电池续航部分，官方表示可以飞20分钟，我实测大概15分钟后，其实它还有返航的电力所以数据应该是算是非常接近的。那因为它的重量是450公克依据法规超过250公克就必须要进行无人机的实名注册，才能在合法区域起飞，所以这点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接下来分享一下最重要的飞行体验，还有后置处理那这几次的飞行全部都是用 RC2 遥控器进行，所有的画面都是以360度的全景画面拍摄。对了，它其实也可以用单镜头的模式拍摄，但我觉得就有点失去全景空拍机的意义啦。在一般高空飞行拍摄时，全景画面就非常好应用，只要飞一趟就可以把全部所有的角度的景色一次取完。要进行后置剪辑处理时，就可以从一趟飞行中截取多个角度画面。
也因为有全向避障，在飞行时也比较敢在障碍物比较多的地方取景，像是这次在安农溪落羽松拍摄时，就敢放胆啊，在低空用树林中穿梭飞行。那我也试着尝试在穿越桥底甚至飞比较贴近水面的地方去拍摄，都没有什么问题。除了飞行拍摄体验更好，也更容易取景外，阿巴塔360最关键的还是在后置运镜。要怎么把全景画面变成你想要的镜头，就是非常重要了那这些镜头的变化，全部都可以在 DJI Fly App 中进行如果平常有在用360的就是摄影机的话，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很熟悉了那把影片从 Avata 360下载后，点选360影片，也就是圆形的图示之后，按下播放就可以开始进行剪辑。App 中有非常多的小工具可以用包含剪裁片段智慧追踪、体感取景、运镜，还有滤镜。那先从最好用的运镜讲起。里面有包含非常多的运镜方式，基本上我能想到的，甚至没有想过的运镜方式都包含在内，也有包含非常多运镜结合的复合运镜那接着就分享飞在落羽松上空的剪辑给大家。其实这只是一趟很单纯的上空平稳飞行，就可以剪辑成好像特技飞行的样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趣。那除了内建剪辑外，也能自己拉视角运镜，这个就比较考验剪辑的技巧了。我就拉了一段让大家加减看看。剪辑完片段之后，你也可以加入滤镜或是自行去调色像我在拍摄时天色比较昏暗，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成不同的氛围。它还有智慧跟随功能，只要选定要拍摄的主角，它就会自动进行运镜跟随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主角在画面中太小的话，画面就会被放大到解析度变得很差所以尽量要在主角可以占画面比较大一点的比例画质其实才会更好。当然，先拍摄后运镜，在拍摄时当然就非常的爽因为一次就可以拍下所有的画面。但后置剪辑时就会很花时间，所以如果你是空拍高手，可以专业的直接在空中运镜的话，其实我建议你买 Mini 甚至 Mavic 会更好因为它的画质会更好一些这要怎么说呢？我先来讲一下 Avata 360的特性Avata 360它有录制 8K 影像的能力，但别忘了它是全景 8K所以实际剪裁绘出后，虽然可以绘出 4K 的解析度，但画质表现大概就是落在2到3K 的区间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过如果跟我一样是对空拍机的操作还有需要多练习的朋友，直接一次就把画面拍完，事后慢慢运镜，我想 Avata 360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以上就是 DJI Avata 360的动手玩，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期见拜拜。